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不知道身为家长或老师的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会被孩子一句充满决心的话给瞬间融化。你一定听过，像是我知道这个很重要，我真的好想做得更好哦，或是我保证了，下次一定会更努力，对不对？这些话听起来哇，真的好真诚。可是我们也常常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当孩子一回到书桌前，那股决心好像就咻一声飘到空中了，然后就只剩下一片茫然。这到底是为什么啊？其实我想先跟大家说，这真的很少是因为孩子懒惰，或者说他故意不听话。更多时候，孩子其实只是被一个又大又模糊的愿望给困住了。你想想看，他知道目标在很远的地方，但他低头一看，完全看不见脚下第一步到底该往哪里踩，那当然就会卡住啦。所以呢，今天这份阅读实践就是要来陪大家一起画一张温柔的地图。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心中那个好大的我想要，变成一个每天都能安心踏出去的小小的一步。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路线图哦。首先，我们会先来聊聊孩子到底为什么会卡关。接着，我会介绍一张专门给孩子的行动地图。然后呢，我们会把这张地图拆解成5个很温柔的引导问题。再来看看要怎么从计划一步步走到实际的练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大人在这趟旅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了，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最后面有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那可以说是让这一切方法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哦。好，那我们就从旅前的起点开始吧。第一站，孩子为什么会卡住呢？在我们急着找答案之前，我想邀请你，我们先试着穿上孩子的鞋子，感受一下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你想想看，当一个孩子说我要努力的时候，他的心里可能其实是充满了问号的。他不知道那个所谓的努力第一步到底长什么样子，也他搞不清楚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成功了。所以只要遇到一点点的挫折，他就很容易掉进一个结论里头，心里想着你看吧，我果然就是做不到。这种感觉一次又一次的累积，到最后他可能不是真的讨厌学习，而是开始害怕那个他心中总是做不好的自己。所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用更大的力气去推它，而是一张更清楚的地图来引导它。好，这就带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站，一张专为孩子设计的行动地图。那今天我们要用的这个工具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过，它就叫做 SMART 目标法。这个框架，它最早其实是从管理学来的，是用来把那些很抽象的商业策略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行动计划。不过呢，你先别紧张，放心，我们今天不是要把孩子变成一个小小的专案经理啦，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很厉害的工具翻译成孩子能够理解的很温柔的语言。这张地图要给孩子的绝对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原来这个我可以掌握耶的安心感，还有一条他看得见的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小路。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整个方法的核心精神。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孩子亲眼看见，你不是在许一个空空的愿望哦，你是在真实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而这个过程就会慢慢地在孩子心里建立起一个最宝贵的信念，那就是原来靠我自己的力量真的可以完成一件事。好，那问题来了，这张地图到底要怎么画呢？来，我们就进到第3站，5个温柔的引导问题。我们会把 SMART 这5个英文字母变成5个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聊一聊、探索一下的对话。SMART 这5个字母分别代表 Specific 具体的、Measurable 可衡量的、Achievable 可达成的、Relevant 相关的，还有 Time Bound 有实现的。好，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要怎么把这些听起来有点硬的概念变成孩子心中的一道光。首先，第一个 S。Specific 也就是具体，我们可以很温和地问孩子，宝贝，那你说要努力，我们来想想看，你具体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一步就像是把天上一团好模糊的云雾变成一颗我们手上可以接住的雨滴。比方说，把我要用功读书
变成我要读完这一章历史课本。你看是不是清楚多了？再来第二个 M，measurable， 可衡量。我们可以这样问：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你已经成功抵达终点了呢？这一步很重要，它是在为孩子设立一个小小的可以庆祝的里程碑。比如说，孩子可能会说：当我连续5天都有在我的表格上打一个勾勾，那就代表我完成这次的挑战了。这样做就能让孩子亲眼看到自己努力走过的轨迹，那个成就感就会变得很具体，摸得到。好，第三个 A，achievable， 可达成。这一步特别需要我们大人的温柔。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这个挑战比较像是一座好玩的小山丘，还是一座好像永远都爬不完的大山呢？如果孩子觉得好像有点像大山，太难了，那我们就可以陪他一起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超能力或小帮手可以用。比方说一个可爱的计时器或者就是待在爸爸妈妈身边完成。这里我们要传递的讯息是，觉得困难是很正常的哦。我们可以一起把目标调整到一个你感觉有一点点挑战，但我好像可以试试看的程度。第四个问题 R，relevant， 相关性。这个是点燃孩子内在动力的关键哦。我们可以问，我们来聊聊完成这件事为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呢？或者是问，做完之后你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呢？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也许只是这样我在课堂上会感觉比较安心，或者我会觉得自己好棒。你别小看这个答案，这个为什么就是孩子愿意继续走下去最温暖最有力的燃料。好，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T，time bound， 有时限的。我们可以跟孩子像约定一样地说，那我们这趟小小的冒险旅程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这真的不是为了要催他而是要给他一条温柔的终点线，让他知道这不是一件永无止境的苦差事，而是一段有开始也有结束的好玩的冒险。好的，当这5个问题我们都跟孩子一起探索完之后，哇，一张清晰的地图就诞生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到第4站，要怎么从计划真正走入日常的练习里呢？你看，这是一张超级简单的行动追踪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孩子努力过程的一本小日记，每天真的只需要简单记录3件事就好。第一，今天要做的那一小步是什么？第二，完成了吗？打个勾。第三，我今天有什么感觉或想法呢？简单写下来。关于这张表，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最重要的心法，请记得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把每一个格子都打满勾勾，不是的，它真正的价值是陪伴孩子练习3件事：第一，采取行动；第二，感受自己；第三，学会调整。这个过程会慢慢地内化成孩子一辈子都受用的自我觉察，还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好，旅程走到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开始答应要给你的那个最温柔的提醒，也就是第5站，我们大人最重要的角色。当我们把这张地图这个方法交到孩子手上时，其实我们自己的心态就决定了这趟旅程最后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请我们一定要在心里常常默念这句话，这是一个安全的练习场，不是一份绩效报告。在这个练习场里，孩子可以搞砸，可以喊累，也可以随时修正路线，都没关系。而我们的角色绝对不是那个拿着计分板的裁判，而是那个永远在终点线张开双臂准备好温暖毛巾和水的啦啦队。我们的稳定和接纳才是孩子敢于一次又一次去尝试的最大的勇气。为了让这份温柔能够真实的在你的家里发生，这周我想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很简单，你们就选一件非常小的事情，甚至不用把整张表格填完，没关系，只要试着一起完成 S specific 那个部分就好，把一个模糊的愿望变成一句具体的行动。请一定要记得哦，永远要从最微小、最没有压力的那一步开始。非常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完这趟旅程。在安亲子书房练习曲，我们一直相信陪伴孩子成长从来就不是要把他推得更快，而是要让他打从心底相信，只要一步一步的走，他的每一步都算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也想跟我们一起进行下一次的练习，非常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那
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